来吧 ，NA 的机器恐龙部队最后一款成员嚎叫，这下也总算是出齐了。原色的盒子外包装依旧是透明窗户，直接可以看到里边的龙形状态。纸品方面，开页说明书、变形指示还算详细。武器动画配色只带了大剑，跟之前的恐龙搭配是一样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喷火的特效剑，透明的材质，通透感做的还不错吧，剑变色的这种效果，感觉这个火焰还可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对可动手，另外一对拳头手已经装上去了。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效果，作为动画配色 ，NA 的这次嚎叫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龙形保证了一个非常还原动画片里边这种拱起来的感觉，背后的这些棘刺倒是边缘的地方也不会扎手啊，它都做了钝角的处理。头雕眼睛这里上这种蓝色的金属漆，嘴巴可以打开，同时里边可以翻出来一个小的插桩，怼上去。这个喷火的效果，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啊，尤其这样搭配起来，质感很好。头部可以往上抬，有一定的活动范围，但是左右并不能旋转。前肢这里360度没有问题，也可以打开。小脚趾这些地方都是合金的零件。第一段的关节这里有2段折叠，里边还有一些挡肉。后腿这里也是可以旋转的，膝盖这里也可以往后窝，脚踝这里有可动。同时，这个关节还可以像蝴蝶关节一样来回的活动一些。打开以后，腿部这一块其实它在里边填补的还算不错吧，因为这个关节折进去以后也会把这个空洞挡起来。所以之前大家诟病 NA 的一些机器恐龙个别有腿部透胶空洞的现象，这款嚎叫上边并没有出现。肚子下方这里填的还算可以吧，不过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些空洞啊，这里会暴露2个轴。尾巴这里也有来回的摆动活动，关节非常的多，上下也有一定的抬动的幅度。其实如果和动画片里边的造型来对比，这款嚎叫的龙形做的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。全长的话，头至尾在14公分左右，色彩搭配和涂装效果也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直接来开始进入它的变形过程。首先第一步，先把前肢的小脚趾往回折叠翻进去，后腿这里后边这里有一个挡肉的盖子，我们顺着这个盖子往里折叠90度，再往下旋转黄色的腿部，等于一个 Z 字折叠，把它缩短了。接着前肢往后掰，这里边有一个插扣，把这里打松。头部往上翘，打开脖子下方，这里有2个盖子，翻折个180度，先把它贴平。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把肚皮整个的拉下来了，掰着几次，抠着点下方的肚子，把腿部顺着侧面这里打开这里的插扣。龙头的部位左右的插扣全部打开，双关节把它拉出去。其实 NA 的恐龙变形也是有一个统一的逻辑风格，龙头往内折叠，把膝盖这里让出来，旋转180度，这跟钢索的感觉很像，然后就可以把龙头收纳到小腿内侧，这一块放平之后，注意这块面板的对齐，让膝盖这里摊平，再把龙脖子下方这里有一段折叠，往里窝，龙头卡到这个位置。拿出来另一块板子，打开这块挡肉的零件，注意前肢在往回折叠的时候先把它立起来，然后让过这个夹角。如果说你跟这样直接转的话，其实是转不进来的，这个地方会挡到还是建议把腿部打开，顺着这里边的关节往内旋转180度，注意带有钩子的这个面板先翻折起来，然后再旋转让过来。把它紧贴在这块面板上，往回收纳，收纳过来以后，腿部外侧这里这个钩子状的卡扣，把这里锁满。腿部内侧这里，把这个后肢折起来，双段的关节往里翻折红色的零件，接着转横90度贴过来，盖板堵齐。这条腿部里边其实装载了挺多的东西啊。龙头、前肢和后肢全部缩到了小腿里边，可以说这个空间的利用率还是很厉害的，并且用后肢
再加脚趾的这个位置，变成了人形态的前脚趾。这个想法也是非常好的，非常不错，非常精彩的一个零件收纳。但可惜的是，这样做的话，龙腿里边堆叠的东西太多，就导致了在人形状态下，这个腿的比例会显得非常的大，太宽了这个大脚板。当然现在嘛，其实背后这里还是有一个盖子可以选择性的安放啊。如果说你为了整齐呢，可以贴上来，这样看的话，龙腿会有一个更好看的过渡。但这个时候折叠膝盖的关节，你只能从这里折叠了。其实也能折到90度啊。但是当把这个盖子打开以后，说明书是让你放在这里的。你再折叠这段膝盖的时候，再往下翻折，其实膝盖里边就会出现2段关节，这样折起来差不多在120-130度了。一个隐藏的关节，这个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去调整。2条腿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我们就可以放下来，下半身基本上就搞定了。接着顺着后边这里所有的卡扣，把尾巴揪开，里边插扣还是挺多的，延展开，再把前方的这个盖子立起来，一圈一圈的拨开，这里边有很多段的关节，拉出去。腰部这里往前提拉，把这一块挪出来，胳膊顺着这个地方往下折，先把这个红色的零件让出来，再往外翻，再旋转，来回的腾一下位置，插进这个凹缝里边的卡扣。侧面这里再看，先往下拉，让出来肩膀的球子，再旋转，挪一下，顺着这个缝隙插进去。好，藏的还是很精彩的啊！腰部旋转180度，挪到正面来。脖子后方这里打开，胸板里边藏着的脑袋翻出来，但先不要回归，注意肩膀头子。这里的变形需要一个先后的避让，里边有一个滑道，我们往后推，把这个尖尖推进去，然后打开它，折叠。窝进去，同时的旋转，顺着这个倒角一起往下压，才可以把它藏起来。压平，再转到后背来，顺着这个双关节往下压背包，把这一块的棘刺藏到刚才脑袋翻出的空间里面去，往上卷动，用深灰色的板子，根部这里有个插扣的位置啊，把这里结合锁住，那背包这一圈的棘刺也就卷动了起来。再把脖子往回归，注意这里有一个凹槽，对应后方的这个卡扣。胳膊这里的变形，注意这块盖板先往起翘，打开里边插扣锁着的位置，然后双关节往出拉，拉平，再把盖板回归，这里的锁扣结合，小臂就拉长了。那么好，非常简单好玩的一个变形过程，这款嚎叫就搞定了。可以说呀，NA 在每次机器恐龙设计上边啊，其实都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设计风格。曾经不论官方也好，第三方也好，很多的机器恐龙在设计过程中都避免不了 G1 恐龙原始的那个设计逻辑。确实 G1 的恐龙设计已经足够经典了，而且就算造型后续再怎么改，也很难逃脱原始的一个设计框架。NA 这一回也算是反其道行之了，它在每一款恐龙的变形上面都和原始的设计逻辑有不同的地方。这一次嚎叫，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四肢的收纳，以及头部全部藏在了小腿里边。这么做可以说是一个很精彩、很聪明的选择。肚子里边的空间，把头部翻出以后，最后又把这些棘刺堆叠下来，能收纳到这个里边，这想法也很好。背包会显得干干净净，但问题就是，因为腿里边藏了太多的东西，所以人形的比例，尤其从侧面看的话，会非常的奇怪。你看，人如果做到这个位置，腿肚子，尤其小腿，如果做到这么厚度的话，这个嚎叫的身材是没问题的，而且非常好看。但问题就是现在又多出来了50%，看已经到这里了，甚至说可以在理想状态下厚了太多了，切掉1/3。这个比例我觉得才是最舒服，但是无奈啊，这个设计逻辑导致了它腿里边必须藏这么多的东西，这就很难看了。但现在呢，我也发现网上有一些改进的方法，
先把膝盖的位置往后稍微折叠一下，然后把这一块双关节拉出来，稍微的翘一点脚尖。这样改进完了之后，人形小腿前方就不会出现鼓起来那么大的一块了。从侧面这里看，因为用了一个斜切的造型，所以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舒服一些吧，而把多余的地方让给了后边的腿肚子，这样的角度看起来人形可能会更加的顺眼一点点吧。但是因为脚尖的变形方式不一样了，所以这一款的人形会更加的拉高一些啊，这也是跟其他的恐龙就不搭配比例了。不论是细节的刻画、涂装的点缀，以及身上的一个比例效果，我觉得这款嚎叫其实在各方面的素质来说啊，还是挺高的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变形结构为了和之前的不一样，把太多的零件收纳到小腿里边，显得这一节太宽了。身高方面，到头顶差不多也在14公分左右，到极次的最高处14.5公分。我们再来看细节，头雕做的这种憨憨的造型啊，确实机器恐龙并不是算帅哥的那种，和动画片里边比较一下，大方脸蛋子。不过我个人来说，还是更喜欢基于玩具造型的嚎叫头雕啊。我想起个事儿，嚎叫和淤泥总说串口了，我这一期里边是不是有把它叫成淤泥？背后这里极次做成的背包尾巴，因为有可动的关系，所以可以进行一些大范围的调整。其实这个背包收纳的还是不错的，厚度也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。胸口的刻线，还有这一块涂装的面板做的也是非常细致的。NA 的涂装一般都做得很好。胳膊平举能举到90度多一点点，360度旋转的时候把后边的尾巴让开，并且这里边并不是球形关节，它是上了螺丝的轴。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，胳膊肘这里是双段关节，曲臂也能达到一个非常大的幅度，手腕左右有旋转。腰部因为变形的需要，这里也做了独立的弯腰关节。这回真的是一个弯腰啊！而且这个关节做得很不错，从侧面看的话不会出现很明显的脱肉，但是背后这里你要弯折得太厉害的话，会出现一个窟窿。360度转腰也是变形的需要，胯部关节直接做成了裙甲的一部分，这里边往前踢能踢个100多度，后折的话差不多也有30-40度的样子。侧踢90度踢平没问题，大腿根部来回的旋转，膝盖这一段关节就已经可以折到90度了，再往下窝第二段的关节又可以增加20-30度的样子。大脚板根据这条龙腿根部的关节可以做到大范围的接地。那么以上就是 NA 这款嚎叫的全部内容了。最后总结一下吧，其实我个人来说，要是评选 NA 5龙哪个做的最好啊，其实还是淤泥。淤泥确实做的太精彩了，没有什么可挑的地方。嚎叫，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腿部啊，因为想要做一个更创新的变形方式，腿部这里取舍掉了美型，会显得很臃肿啊。但我们玩过了所有的模具之后，给我感觉啊，其实嚎叫还行，相比较起来还行。我觉得做的最差的反而是钢索啊，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我的想法一样。第一个，钢索可能因为生产的过于早吧，钢索腿部虽然说有一些当时看起来乱七八糟现象，但是后来也加了一个盖子，但整体来说，无论是从设计啊，还是在身上的一些表现力来说，我觉得钢索应该再洗一下牌，是时候应该出一个2.0了。因为你可以看到后续的一些机器恐龙的各种设计的素质也好了，包括它整体的一个美术风格，可能都会比钢索高那么一点点。但现在也有网传 NA 的机器恐龙可能会出现合体啊，因为我现在也不确定。估计到时候应该会是一个马甲的形式吧。按照这个逻辑来说，我觉得钢索是不是为了满足于最后合体往马甲里边装的那个形式啊，所以才做成了那个样子啊？目前还不得而知。现在也是网上传得沸沸扬扬。NA 估计会有一个起码是第6人的恐龙出现吧。我个人理想化的状态啊，最后可以出一个海里边的蛇颈龙是什么的啊？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龙的形态，
然后把身体整个的展开掏空，变成一个组合的框架，把钢索装到肚子里边，两个成员变成大脚板，然后再拉两个手往身上一装。可以用蛇颈龙的脖子作为里边的连杆部分，但最终这一套机器恐龙究竟能不能合体，其实对于 G1 的老玩家来说，这个是根本不屑一顾的，因为在动画片里边恐龙就不存在合体，但也确实。修罗王的传说乃至于官方后续已经证明为龙焰王，机器恐龙合体一直是一个让人挺怨念，也是人气挺高、呼声挺高的这么一个形象。就看看 NA 在最后会给玩家交出一个怎样的答卷吧。那么总结的话，机器恐龙5个现在已经全部出齐 ，NA 的嚎叫。要我说，属于中等水平，它可能没有淤泥设计的那么完美，没有铁渣两个形态兼顾的那么漂亮，但变形设计方面比飞镖肯定要好玩很多，也是比钢索各方面的素质要高出来不少，中等水平，不上不下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的嚎叫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